在璀璨夺目却又风云变幻的娱乐圈里，闪光灯永远聚焦在最耀眼的那个人身上。人们习惯了去瞻仰巨星的诞生，去追逐光芒万丈的顶峰，去赞美他在舞台上毫无瑕疵的完美呈现。然而，当镜头缓缓拉远，当狂热的喧嚣与呐喊褪去，你总会发现，在那个被万千光环包围的年轻人在前行的道路上，身后始终站着几道极其沉默却又无比坚实的身影。他们没有华丽的外衣，没有刻意雕琢的微笑，甚至在镜头偶然扫过时，他们会本能地后退半步，将自己隐藏在阴影之中。人们习惯性地称呼他们为保镖，但在王一博的世界里，这两个字太轻也太冰冷。他们是乐乐，是妍妍，是小黑。这并不是一段简单的雇佣故事，也不是一份冷冰冰的劳动合同。从2019年的夏天，那个少年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开始，到如今他在演艺、赛车、街舞与电影领域独当一面，登峰造极。从风口浪潮顶端的狂风暴雨，到私下行程里难得的安宁片刻，这几位默默无闻的守护者，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，走过了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。他们见过他最辉煌的荣耀，也抚平过他最疲惫的深夜。在长达数年的时光流转中，那些一同经历的惊心动魄与细水长流，早已将最初的工作契约打磨成了生死相依的兄弟情谊，变成了如长兄、如严父般的深深牵挂。今天，就让我们收回看向舞台中央的目光，将镜头转回光芒背后，去倾听那段关于无声守护的岁月故事。提到王一博身边最让人安心的存在，粉丝们总能脱口而出那几个熟悉的名字。他们被大家亲切地戏称为王一博的三大护法。三位护法，三座大山。第一位是被大家称作老大哥的乐乐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保镖应当是身材高大、冷酷无情的硬汉，可乐乐在王一博身边，却展现出了一种令人动容的细致与温柔。无论是机场拥挤人潮中紧紧护住王一博的手臂，还是随身携带的保温杯、头盔，甚至是一包纸巾，乐乐总是像照顾自家人一样，无微不至地操心着王一博的生活细节。在很多综艺节目的花絮和路透里，乐乐偶有的几次出镜，那种关注的眼神、熟练的照顾动作，被无数粉丝调侃道，这简直比亲爹还要操心。第二位则是性格沉稳如山的妍妍。妍妍的名字曾因为一次机场寻人广播的意外曝光而走红网络，但比这个名字更深入人心的是她那如山般可靠的背影。妍妍的话极少，性格内敛，但她就像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父亲，永远站在离王一博最近也最安全的位置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身材魁梧的大男人口袋里却经常奇迹般地备着几颗糖果，那是他在发现王一博因为高强度工作而低血糖或疲惫时，能第一时间递过去的温暖。而第三位是在2019年加入团队的小黑。小黑的出现让这个安保核心变得更加坚不可摧。自2019年王一博一飞冲天，成为顶级焦点之后，小黑便与乐乐、妍妍一起构筑起了一道无形的肉身长城。他们一前一后，一左一右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以最严谨、最专业的姿态，为那个年轻的灵魂撑起一片净土。浮华的娱乐圈，人员流动如流水般频繁。可为什么这三个人却能陪伴王一博走过整整6个年头，
从未更换。风雨同舟，生死相依，这其中的渊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厚。据悉，乐乐与妍妍最初曾是资深前辈韩庚的护卫团队成员，后来他们来到了尚显青涩的王一博身边。那时的王一博还在为了梦想拼命奔跑，而他们就那样一路护送着他，从寂寂无名走到了万众瞩目。6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，但改变不了彼此之间的生死信任。人们或许还记得2023年在武汉的长空之王宣传活动现场，当时人山人海，气氛热烈到了极点。突发状况就在一瞬间发生，一个不明物体从人群中猛地飞向舞台上的王一博。那一刻，甚至连现场观众都还没反应过来，一道高大的身影已经如闪电般冲上，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王一博身前。那种本能般的快速反应，不需要1秒钟的思考，那是无数次训练的专业素养，更是出自骨子里对这个人至死保护的本能。王一博曾罕见地在采访中谈及他的保镖团队，他说，他们给自己的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安全防护，更是一种沉甸甸的心理支撑与 privacy 隐私保护。在这个信息泛滥、眼球至上的时代，身处顶峰的王一博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与窥探目光。而每当他回头看到那几张熟悉、坦荡而又坚定的面孔，他的内心便能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宁静。网络上曾有无数关于他们的传闻，有人猜测乐乐是家族安排的私人保镖，有人揣测他们背后的利益纷争。但这些虚浮的传言，在实打实的岁月面前显得如此苍白。固然，在某些大型品牌见面会上，为了秩序安全，现场可能会动用多达数百名的临时安保力量，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那些穿梭于人群中的数百人只是过客，唯有这3个人才是王一博真正的家人。时光流转，岁月沉淀，如今的乐乐、妍妍和小黑，因为频繁的出镜及其专业的表现，以及与王一博之间那些温暖又有趣的互动，早已成为了粉丝们心中耳熟能详的名字。大家打趣说他们快要火成明星了，甚至在某些行程中，他们也拥有了粉丝自发给予的关怀与尊重。这种独特的现象在整个娱乐圈都极为罕见。他们火了，不是因为他们刻意去争取过什么，而是因为在这个人情冷暖极其淡薄的行业里，人们在他们身上重新看到了忠诚、守护与真情这几个字最本真的样子。他们见证了王一博从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，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时代巨星。他们陪他走过低谷时的默默无闻，也陪他站上了名利场的最顶峰。他们用青春和汗水，在王一博的生命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这早已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雇主与雇员。这是并肩作战的兄弟，是相濡以沫的知己，是风雨同舟的家人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聚光灯依然会一次又一次地照亮王一博的脸庞，万千掌声也依然会为他而鸣响。而在那片光芒照不到的角落，那几道熟悉的身影依然会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，默默地挺立着，用无声的陪伴继续守护着少年最纯粹的梦想，守护着这段跨越岁月历久弥坚的至深情谊。因为最好的陪伴从来都不需要豪言壮语，最深的守护永远都在那无声的岁月里。舞台上的喧嚣中会散去，闪光灯也总有熄灭的时刻，
但那些在风雨中并肩走过的岁月，那些不需要言语的默契与真心，却会在时光里凝结成永恒。在浮躁的人世间，能够拥有一群随时愿意为你挡在身前，陪你登顶，也护你周全的兄弟，或许正是王一博在浩瀚星海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如果你也被这段无声的守护与真挚的情感所打动，请记得给黎春正点个赞，点击关注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后续为你带来的更多温暖故事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在乐乐、妍妍和小黑陪伴一博的这6年里，哪一个瞬间最让你动容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黎春正的陪伴与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舞台上的喧嚣终会散去，闪光灯也总有熄灭的时刻，但那些在风雨中并肩走过的岁月，那些不需要言语的默契与真心，却会在时光里凝结成永恒。如果说聚光灯下的王一博是那颗夺目耀眼的恒星，那么在他身侧默默站立的小黑，就像是始终相随的星轨。在很多粉丝和路人的镜头里，只要有王一博出现的地方，不远不近3步之内，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、肤色微黑、身穿黑色皮衣的男子。他眼神锐利如鹰，视线永远在人群中穿梭盘旋，双手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。他就是小黑，王一博的贴身保镖，也是陪他走过风风雨雨的影子。但如果你以为他们之间只是单纯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私底下，褪去工作时的严肃与警惕，小黑和王一博更像是无话不谈的兄弟。王一博性格有些内敛，话少，但在小黑面前，他总是格外放松。两人常常一起聊摩托车的性能，聊滑板的新技巧，或者在深夜结束工作后，围在一张小桌前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深夜食堂拉面。王一博会管小黑叫黑哥，而小黑看王一博的眼神，除了职业的警惕之外，更有一种长辈和兄长般的关切与疼爱。那一年，王一博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商务签约日程，品牌方是顶级的国际大牌，现场媒体云集，活动规格极高。这种场合通常需要保镖团队打起12分精神，小黑作为主控保镖，本应全程跟进。然而，就在出发前一天晚上，小黑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。电话是老家医院打来的，他的父母因为急性食物中毒加上基础病突发，被紧急送进了 ICU 抢救。挂断电话的那一刻，这个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，面对100人围堵都能镇定自若的硬汉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中的慌乱，找到正在准备明日服装的王一博，低声说了一句：一博，明天的行程我可能得请个假。王一博停下手上的动作，转过头来，看到小黑那双布满血丝和焦虑的眼睛，心里顿时明白了7、8分。黑哥，出什么事了？小黑咬了咬牙，声音有些哑。我爸妈疾病住院了，刚进 ICU， 我得赶回去。王一博没有任何犹豫，甚至没有多问一句细节。他也是个极度孝顺父母的人，他比任何人都懂得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焦灼与牵挂。王一博走到小黑面前，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小黑的肩膀，眼神坚定而温和。黑哥，明天的行程你不用跟了，机票我让助手现在就订，你今晚就飞回去。爸妈最重要，家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，
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小黑愣住了，他知道明天的活动有多重要，现场的人潮有多混乱，如果没有熟悉行程的小黑带队，安保压力会翻倍。他有些迟疑，可是明天签约会现场人太多，我不放心你。王一博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无比的信任与担当。放心吧，现场还有其他安保兄弟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回老家，守护好叔叔阿姨。去吧，别耽误时间。说完，王一博伸出手，与小黑紧紧地握在一起，然后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男人的拥抱。那一刻，小黑的心里涌过一股无声的热流，眼泪差点脱眶而出。他用力地回握了王一博的手，重重地点了下头。一博，谢谢。自己多小心，没有过多的豪言壮语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握手，尽是兄弟间最深沉的默契与懂得。小黑之所以叫小黑，不仅是因为他的皮肤泛着健康的古铜黑，更因为他对自己衣着的偏爱。黑色皮衣与一把伞的温柔，无论是酷暑难耐的盛夏，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，只要随王一博出席正式活动，小黑永远是一身剪裁得体、棱角分明的黑色皮衣，配上一双利落的黑色作战靴。那身皮衣穿在他身上，线条硬朗，气场全开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冷峻而迷人的荷尔蒙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小黑哥，夏天穿皮衣不热吗？小黑总是嘿嘿一笑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习惯了，黑皮衣耐脏，而且利落。关键时刻，拉链一拉，挡风避雨，安全感足。说到避雨，就不得不提小黑标志性的护航绝活撑伞。众所周知，明星的行程中常常伴随着突发的人潮与恶劣的天气。有一次，王一博在一个古镇拍摄外景，刚准备离开时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而周围早已聚集了成百上千名热情高涨的粉丝与路人。狭窄古朴的石板路上挤满了人，伞花朵朵，视线极其受阻。王一博戴着帽子，低头前行，小黑手持一把巨大的黑色长柄高尔夫伞，一步跨在王一博的前侧方。那雨下得极大，雨滴砸在伞面上噼啪作响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在如此拥挤狭窄的道路上，小黑既要防范两侧可能冲过来的热情观众，又要时刻调整伞的角度，确保雨水不会湿了王一博的肩膀和衣服。小黑的脚步快而不乱，身体像一座不可动摇的小山，用宽阔的肩膀为王一博撑开了一条安全的通道。而他自己的大半个肩膀和后背早已被狂风暴雨淋得透湿。博哥，往左踩一步，注意脚下石板滑，后面的朋友别挤，注意安全，别踩到水坑。小黑一边沉稳地引导着王一博，一边用温和却充满力量的声音提醒周围的人群。雨水顺着小黑黝黑的脸颊滑落，但他那双敏锐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四周。从活动现场到保姆车的短短200米，在小黑的护航下，王一博身上连一滴水珠都没有沾上。直到王一博安全坐进车里，小黑才收起大伞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钻进副驾驶，转过头对王一博咧嘴一笑，博哥，毫发无损，顺利通关。王一博递过一块干净的毛巾，打趣道，黑哥，你这撑伞的技术，不去申请吉尼斯纪录可惜了。小黑接过毛巾擦着头，爽朗地大笑起来。别看小黑平时黑脸严厉，不苟言笑，但论其长相，小黑绝对算得上是保镖界的
颜值担当。硬汉也有桃花运，他虽然比王一博大上几岁，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几分成熟与沧桑，但那种经年累月高强度训练塑造出的健硕身材，配合古铜色的皮肤、挺拔的鼻梁和深邃的眼窝，妥妥的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硬汉郎系帅哥。不少随明星形成的站姐和粉丝，在拍王一博的同时，镜头也常常忍不住偷偷往小黑身上飘。哇，你们看一博身边那个保镖大哥，皮衣造型太帅了吧！小黑哥今天这发型绝了，侧颜好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啊！虽然皮肤有点黑，但这叫阳刚之气。好想拥有同款男友安全感啊！甚至在社交平台上，还有粉丝专门为小黑建立了小话题，讨论小黑哥今天的穿搭和表情。小黑无意中得知后，私下里还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对王一博抱怨：一博啊，现在的年轻姑娘怎么连我也拍？我这脸皮厚，被他们说得怪不好意思的。王一博则在一旁挑眉笑他：黑哥，说明你魅力大啊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个经纪公司，你也出道算了。小黑连忙摆手：别，我还是适合站在你旁边，让我面对镜头，我宁愿去跑10公里负重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小黑那亲和又不失幽默的性格，确实让他赢得了极好的人缘。温柔的守护与温情的遗憾，小黑虽然外表看起来像个不可撼动的铁金刚，但内心却极有分寸感，对粉丝也总是带着一份发自内心的体谅与友好。有一次，王一博在一个剧组拍摄完毕，准备返回酒店。那天因为消息泄露，酒店门口聚集了大量顶着烈日等待了几个小时的年轻女粉丝。看到王一博的车子开过来，人群顿时沸腾起来。王一博下车后，看到大家等了很久，便停下脚步，拿出准备好的签名字卡，准备给大家签名。女孩子们激动坏了，蜂拥而上。小黑见状，立刻与几名安保人员拉开安全距离，但他并没有像某些粗暴的保镖那样大声呵斥或推搡粉丝。小黑撑着伞，半蹲着身体，尽量不挡住大家看王一博的视线，嘴里用极其温和的声音一遍遍劝导着：妹子们，大家别挤，别撞到前面的围栏，咱们保持秩序，排好队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啊，注意安全最重要。那声音亲切的就像隔壁家的大哥哥，瞬间抚平了现场焦躁激动的情绪。女孩子们听了小黑的话，真的自发排好了队。然而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王一博签了10几张之后，随行助理急忙上前来提醒：一博，接下来的电视电话会议马上要开始了，导演还在等着，必须得走了。王一博有些抱歉地看着还没签到名的粉丝们，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：对不起大家，今天时间真的不够了，我要去赶下一个工作，大家早点回家，注意安全。现场顿时落下一片惋惜的叹息声，有些远道而来的粉丝眼里甚至闪过了失落的泪花。小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里也十分不忍。他一边熟练地护着王一博往电梯方向走，一边转过身，对那些恋恋不舍的女孩子们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且治愈的笑容。小黑举起手，向大家挥了挥，用洪亮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喊道：妹子们，别难过，一博要赶着去工作呢，咱们得支持他是不是？这次没签上没关系，以后日子长着呢，还有很多机会，咱们下次见啊！回家路上都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小黑这一番情商极高又充满温度的话，
瞬间打破了遗憾的氛围。粉丝们被小黑幽默真诚的态度逗笑了，纷纷回应：知道了，小黑哥。小黑哥再见。一博再见。你们也辛苦啦。小黑微笑着再次挥手，随后转身，利落地挡在王一博身后，护送他进入电梯，门缓缓合上，将喧嚣与遗憾完美地隔绝在外。电梯里，王一博看着小黑，笑着说：黑哥，刚才多亏你安抚大家了，要不我这心里还真过意不去。小黑笑了笑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大家都不容易，热天等了那么久，咱们多给个好脸色，多说句暖心话，大家心里也就平衡了。做粉丝的都不容易，这就是小黑，严谨于外，温柔于内。关于感情的小悬念，随着小黑在粉丝圈里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关于他的个人生活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最让姑娘们关心的，莫过于小黑哥到底结婚了吗？有女朋友吗？据可靠但未证实的江湖传说，小黑目前依然是个单身贵族，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家庭。每天的工作日程跟着王一博全国各地，甚至飞往世界各地，生活被充实的工作填满，似乎根本没有时间去谈一场甜甜的恋爱。这也给不少暗戳戳崇拜小黑的年轻姑娘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。小黑哥还没结婚？天啊，那我岂不是还有机会？就喜欢这种有安全感又体贴的硬汉。请问在哪里可以领到同款小黑哥？当然，也有八卦的粉丝开玩笑说，要是小黑哥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呢？这时候，有些性格火辣、爽朗的女粉丝就会在评论区打趣道：有女朋友又怎样？只要没结婚，凭小黑哥这魅力，大家各凭本事竞争嘛。打盆抢花，打否结花，挖墙脚也不是不行啊，哈哈，名花虽有主，我来松松土。开玩笑啦，不过小黑哥这么优秀，未来的嫂子一定会超级幸福。每当王一博的团队开玩笑把这些网络留言念给小黑听时，小黑那张黝黑的脸居然会泛起一丝罕见的新鲜红晕。他总是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，傻笑着说：这群小姑娘真是太能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一个搞安保的粗人，哪有大家说的那么好。王一博则常常在一旁打趣：黑哥，你可别小看自己，追你的人估计能从北京排到洛阳，要不咱们真给你征个婚。小黑连忙摇手：别，博哥，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护你周全，至于我的终身大事嘛，顺其自然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来了。最好的守护是并肩作战。时光飞逝，聚光灯下的舞台换了一场又一场，欢欢与掌声如潮水般涨了又落。而在那片繁华与喧嚣的背后，小黑依然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黑色皮衣，手里拿着那把熟悉的大黑伞，眼神坚毅地守护在王一博身侧。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默契搭档，更是经历了岁月洗礼，互相扶持的挚友兄弟。王一博懂小黑的责任与孝心，小黑懂王一博的坚持与不易。在这个浮躁纷繁的娱乐圈里，能有这样一份纯粹、坚定且充满温情的守护，或许就是对兄弟二字最好的诠释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风雨或许还会不期而至，但大家心里都知道，只要那个身穿黑色皮衣、笑容灿烂的硬汉还在，王一博的前行之路就永远有一把足够宽大的伞，遮风挡雨，一路坦途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，并顺手点个关注哦，点击小铃铛，
开启最新通知。后续我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娱乐圈里那些真实、温暖又有趣的小故事。最后问大家一句，如果小黑哥真的单身，你准备好打盆抢花了吗？哈哈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